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开始推动数字美元，人民币有点烦啊；第二个是美日峰会在即，菅义伟首相的决心和犹豫啊。那我们再分析一下，两个主题，一个是数字美元，一个是菅义伟首相。核心的问题是他对中国的态度啊。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数字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正在加强审视数字人民币，关注数字人民币是否动摇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然后拜登政府呢正在考虑这件事情。那么随着中国大力推动这个数字货币，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正在积极的了解数字人民币的潜在影响。美国官员不太担心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会马上面临挑战，但希望了解数字人民币将如何分配，以及是否会用于规避美国制裁。美国官员认为，中国使用数字人民币并非要绕过美国制裁，因为美元现在在跨境交易当中起到支配作用。美国财政部可以一举切断某些企业甚至是国家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大部分通道。那么拜登政府目前不打算采取具体的应对中国数字货币的这个长期威胁，但是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推动数字人民币数字美元啊。那么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计划为美国创建数字美元提供了新的动力。那么美国国会对数字美元也越来越感兴趣并在今年最近一段时间开个听证会听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耶伦关于这个数字美元的问题。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年2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国看待数字美元非常谨慎。他说，我们不需要成为第一个，但要做对，要做就要做对。美国在数字货币的评估需要考虑美元在全球范围的重要性、网络安全、犯罪相关的风险和隐私。那么鲍威尔当时讲，他说建立一个账本，让所有人知道付款的情况，这个想法在美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在中国不是问题这是关于隐私的问题。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有不同的态度他说，美联储研究发行数字美元很有意义由美联储维持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美元，可能会导致更快、更安全、更便宜的付款方式，或者有助于理顺向低收入家庭实现普惠金融的困难。那么对于中国在数字人民币方面的领先，那么美联储似乎很坦然那么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那么说，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并不让我意外就目前而言，数字人民币不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也不会对美元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危险。未来几年的形势可能会发展，我们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我们要应对芝加哥储备银行行长。那么虽然中国在推出数字货币方面走在美联储的前面，但人民币仍然面临与中国经济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的挑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状况如何，中国对资本流入流出的开放程度如何。中国缺乏金融自由，影响使用数字人民币的人，
美元更有吸引力啊。李士满联邦银行行长巴尔金啊，美元之所以能够保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因为我们值得信任啊。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拥有流动性很高而且稳定的美元，以及所有使美元成为人们想要的交易货币的各种因素。从目前来看，只要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审慎制定政策，美元看上去比竞争者更安全。这就反映了这三个这个储备银行行长的看法，其实反映了美联储的主流看法，就是美元的地位不可撼动啊。那么对数字人民币不觉得他们构成威胁啊。那么从去年以来面对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形成的压力，美联储对数字美元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啊。那么虽然美国在数字美元方面落后了，但是现在如果美国要赶，美联储要往前赶是来得及的啊。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说，美联储目前正在参与一个关于数字美元的大型研发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项目啊，应该是跟 MIT 进行合作，这是为了了解这项技术及其可行性，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解决决策的问题。鲍威尔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出这样做的决定，因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使我们服务的人民受益，我们需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啊，这很政治化。我们需要让公众和国会深入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要这么做，这将是重要的一步啊。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美联储的事，也不是美国政府啊，仅仅是美联储或者是美国政府或者是财政部的事，这美国国会要参与啊，要美国国会同意的啊。美联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需要考虑数字货币将如何与银行系统互动啊，因为目前大多数家庭将钱存在受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存款保险啊，可以从美联储获得紧急的流动性以及其他的保障措施啊，这是美国方面的考虑。那么另外一边呢，在中国呢，深圳、苏州、北京啊，都进行了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试用啊。那么成都成为第4个开始测试的人。那么第2批可能是谁？可能是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6个地方。那么数字人民币呢，他们强调几点啊？一个，替代纸币和硬币，减少使用加密货币的动机，对目前其他的第三方支付形成一个互补啊。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现在正在研究跨境支付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和国际结算银行 BIS， 包括阿联酋的央行、泰国的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探讨跨境支付应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啊。1月17号啊，国际结算银行BIS 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报告，有 86% 的央行，全世界表示他们至少在考虑发行数字法币，法币就是货币啊，考虑这个发行数字法币的利弊比去年的 80% 要高啊。那么研究指出，目前有 60% 的央行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验或者是概念验证。那么这一数据比在2019年只有 24% 啊。那么国际结算银行表示，未来3年，那么全世界有1/5的人口的央行可能会发行这个数字货币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2月14号，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李辉发表一篇文章说，全球多数国家的政策态度和具体行动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可信的技术创新和可行的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的，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人们在充满期待的同时，特别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发生4点改变。第一，改变支付市场的格局，这是第一。第二，改变银行竞争的格局。第三，改变货币市场监管的格局。第四，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这是4大改变。那么美联储成为积极研究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国家之一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数字美元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但数字美元在技术和相关政策制定上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推行数字美元不能急的原因那么美国的这个态度的改变呢，变成了一个催化剂，那么全球会加速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程我们在这里讲2点第一点，美联储的态度美联储的态度大家看得很清楚，在今年2月份以前，美联储的态度基本上是我们研究但是我们不说我们不积极，我们不做第一个而且美联储的态度也很清楚，虽然人民币在积极推动这个数字人民币人民银行在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能改变什么，这是美联储的态度那么美联储在2月份之后最近进入3月份之后，美联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联储的态度开始积极起来了。那特别是进入4月份美联储的态度已经越来越积极。越来越积极的原因是什么？越来越积极的原因是因为拜登政府开始关注数字人民币可能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了越来越关注数字人民币。就是说数字人民币虽然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它并不能改变美元的地位，但是它会不会渗透呢？它会不会零打碎敲呢？会不会从另外一个层面出现一些变局呢？不好说所以美国政府开始用一个什么态度？其实这中间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态度的改变。就是当它仅仅是从一个金融现象来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和当他用一种对抗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态度就不一样，或者是你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所以当美国政府说我们要看一下数字人民币对美元有没有影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联储局的态度明显就不一样。美联储的态度就开始认为美国是应该考虑推动数字美元这个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对抗模式之下，再去看数字美元，那就不是一个需不需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我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我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我选择什么样的进程的问题。当然数字美元跟数字人民币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美元是结算货币，也是个储备货币。当它推动数字美元的时候，那它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那绝对跟人民币发行，人民银行搞个数字钱包，那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数字美元美国政府的态度
改变了美联储的态度，美联储的态度将会推动全球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这种进程啊，会加快。为什么？我们讲几个影响啊，讲几个影响。我们如果说当数字货币成为全球主流货币的时候，我们直接讲结果啊。第一，数字货币会提高货币的流通性，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那你原来货币的流通性是受到一些限制的，你纸币也好，你的这个硬币也好，它有携带性的问题啊，那么它还有物理存在的问题。那么到你的这个信用卡也好，就我们叫电子化货币，数字货币跟电子化货币是不是一个概念啊？电子化货币就比如信用卡的问题，你还得申请信用卡，你申请到了信用卡，然后你得刷卡，刷卡你得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啊。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数字货币会提高货币的流通性，也就是说货币的流通速度会加快，或者货币流通的灵活性会增加，这是第一个。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非数字的货币壁垒就会失去效果。啊，以前你比如说海关你携带现金现钞的人，我要查，我要规定你不能携带3000美元的外汇入关。好，你带我收你身，收出来我就抓住你啊！这是一个我们这叫非数字壁垒，就是我限制你持有现钞入境。可是当你数字货币的时候，我这个钱是在手机里，你收我身没有意义，所以非数字壁垒会失去效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势货币的优势将会提高啊，强势货币的优势会提高，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货币的流通的灵活性在增加，你的交易性更强。当你的交易性更强的时候，你强势的货币的它的优势会被加强，这个很容易理解啊。还有一个就是强势货币具有更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就是说你原来比如说我在中国，中国只能用人民币啊，可是如果我当数字美元出来的时候，我手机里面装着一个数字美元，我直接跑到中国去用你的账号进行数字美元交易的时候，谁也拦不住。所以这个穿透性，你直接就穿透了中国的外汇管制。我把钱装到手机里面，我跑到美国去，我再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直接就把钱给拿走。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有一些这个台商用这个加密货币啊，用这个加密货币把他的资金带走，一样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效果。所以它有很强的穿透性，会强化这种强势货币的优势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货币市场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你不知道它会怎么变啊。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人民币的外汇管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你以前外汇管制有很多，现在其实当第三方支付也好，当这个货币电子化也好，已经令中国的外汇管制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所以你看中国的这种，为什么他现在强调的反洗钱法？强调反洗钱法其实核心并不是中国对洗钱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在意，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他的外汇管制。
中国反洗钱的90%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它的外汇管制的问题，因为大量的资金在往外跑，往外跑怎么办？用反洗钱法去控制资金外流。所以最近抓外贸企业的这些洗钱的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外汇管制。那如果大家都在推动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对外汇管制这种穿透力很强啊，那么人民币的外汇管制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大家知道，人民币是资本项目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一个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地位是不稳固的，或者是它是非常脆弱的。所谓脆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很容易被人不要。当大家都不要你的时候，你的地位就会崩溃。所以我经常讲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其他国家都在使用数字货币，特别是谁？特别是美元，人民币的地位就会有问题。因为人民币它是基于2个条件存在，第一个是基于国内的利率，第二个是基于国外的汇率，这是货币的2个价格，一个是买卖的价格，一个是成本的价格，使用成本的价格，这2个价格构成了一个货币的地位。就是说这个一个货币就是2个价格，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构成了一个货币的2个支撑。当你的外汇管制，你为什么会有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其实是结果，是因为你的货币脆弱，控制不住，一不小心别人就跑了，所以你得把这个门加上锁，不让随便进出。如果你比如说美元我开放，爱进进爱出出，我不怕你，所以大家都去了，所以美元不存在外汇管制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外汇管制？因为你的经济很脆弱，你的金融体系很脆弱，你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在这儿待着，一不小心大家都跑，那怎么办？建个门加把锁啊，建个门加把锁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的货币非常的脆弱。当其他的国家在建立数字货币的时候，人民币的地位就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之前讲过啊，就是说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共的特点就是经常别人会高估他的实力，低估他的决心啊。你可以看他在很多事情上，他先做了，他先搞5G 啊。当大家都觉得5G 现在还没有需求的时候，华为啪就进去搞5G，他决心很大，实力不行啊，实力不行。所以你看人民币也是这样，谁都没有想的，觉得这个时候搞数字货币没需求啊，为什么要搞？哎，人民银行啪4年前就开始搞研究数字货币，率先开始研发，但它其实很脆弱。结果人民银行把大家给惊醒了，一看这中国要干嘛，会不会影响我？那如影响我的话，我得先搞，大家都来搞，特别是美元一搞，结果把大家给吵醒，自己麻烦大。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穿的衣服，只有中国是光着的，就这个问题啊。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民币目前仍然没有自由兑换。背景是什么？这个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完成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它转着，就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河过了一半，它不过了，它天天在那儿摸石头了。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他在河里面摸石头，不肯过河了，不肯过河呢，人民币能不能自由兑换？兑换不了。为什么？经济结构没转过来，
市场化进程没有，它现在本来市场化进程走着走着，它往回走了，变成还是回到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这个方向去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人民币现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其实是往回走了，不是更强了，而是更弱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吧？那我们第一个主题结果讲过，讲冒时间。我们讲讲第二个吧，我们主要是想讲讲菅义伟，菅义伟首相。那么，4月16号，菅义伟首相，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个到访的这个其他国家的元首啊。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因为菅义伟对待中国的立场，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有决定性的影响啊，对整个东亚的这个局势非常关键啊。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在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上，菅义伟首相过去半年时间，他上任已经半年时间了，他的态度不是很明确啊，他没有明确表过态啊。那么，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在展望这次菅义伟首相访美的行程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展望这次这个美日之间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什么？菅义伟首相他的态度是什么？这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主要是要讲。那么我们再先看看菅义伟的前任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是一个，我们要从他接任开始讲啊。那么安倍晋三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日本的政治世家啊，那么家学渊源，而且这个政治资本非常雄厚。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这个就是他弟弟啊。那么他的政治资本非常的雄厚，而且他是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啊。那么安倍的政治手腕也非常的娴熟啊，他在外交上这个很善于平衡啊，跟川普也会打高尔夫啊，然后跟这个习近平也会打电话，反正双方他想办法让中日关系走出了低谷，这是安倍首相的功劳。那而且中美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他在中间走钢丝啊，都不违和啊。所以呢，这是安倍交给这个菅义伟的当时的一个情形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那么现在的这个首相菅义伟呢，出身寒门啊，跟安倍完全不一样。安倍是这个豪门，政治豪门，他是出身寒门。然后呢，他在党内没有太多的资本，他主要的工作集中在经济和交通领域，对外交也没什么看法，也没什么经验。那么对于菅义伟来说呢，日美峰会是一个考验，也是个机会啊。那么展示他的外交思想，也通过这次峰会能够改变他在国内的这些处境啊。但是呢，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菅义伟在中美关系、在对华政策方面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啊，至少不够清晰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些原因我们再分析啊。那么你比如说，在这个他去年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别人问他你觉得怎么安排这个安倍首相邀请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的行程，他不答，他回避答啊，回避答。然后呢，3月29号，他去拜访这个安倍啊，向安倍请教美日峰会的这个行程啊，请教这个安倍啊。
那么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中美之间这个对抗日益升温。这个菅义伟首相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也不能持续太久啊。所以呢，你看安倍的态度，菅义伟去找他前2天，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说，他这么说，他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对立的前线啊，这个态度非常的清楚。日本现在已经在前线了，你不能够举棋不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安倍在记者问他说：“这个菅义伟访美，你有什么看法？”他说：美国外交和安保战略上的重要性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这意味着美日安保条约变得真正的重要。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提醒安保条约，大家知道安保条约什么意思？安保条约基本上是美国立国之本，所以他说你要考虑安保条约的问题，然后日本又站在这个中美对抗的最前线，然后你手上还有一个安保条约的问题，什么意思？赶紧站边吧，这就是安倍的态度啊。所以日本在最前线，日本没有选择，也不能够回避，也无法中立，因为日本现在要面临一个安保条约的问题啊。所以对于菅义伟来说，安倍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具有战略方向的价值啊。所以菅义伟首相要不要听呢？当然要听啊，这是符合这个日本的战略利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菅义伟也要听另外一个声音，什么声音？日本内部的亲华势力、亲华派的声音，他也不能忽略。这是日本内部的这个政治角力的问题啊。第一个是谁？第一个人就是自民党现任干事长在中国就是秘书长，党的秘书长，叫二阶俊博啊。二阶俊博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啊。安倍晋三辞职，然后呢，这个最后是由这个内阁官方长官这个菅义伟，为内阁官方长官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啊。那么菅义伟接任，谁的力量最大？就是这个二阶俊博，他们支持菅义伟，菅义伟就得到了首相的位置啊。那么，所以二阶对中国的态度，二阶俊博对中国的态度，对菅义伟内阁来说影响非常大。那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这个 CSI 是美国共和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啊。那么，在2020年7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叫《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啊。这份报告呢，把二阶俊博列为日本亲中派的第1名啊。二阶俊博做了一系列的亲中的这个日中友好的活动啊，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就知道他有多么亲中。推动江泽民纪念碑的设立啊，提出出售新干线技术给中国，反对日本开发东海油田，支持搁置钓鱼岛争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啊。疫情初期提议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每人捐500日元给中国啊。然后在2020年7月份，自民党自己决定正式要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请这个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日，并且谴责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啊。当时自民党是一个这样的决定，但是决议过程中差一点，就是因为二阶的强硬阻挠告吹，差一点过不去啊。
最后只能怎么办？调整文字的内容调整文字的内容才通过，而且不是以自民党的名义发表，是以自民党外交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二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你可以看日本是 G7 七国集团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对这个维吾尔族人权问题采取行动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对香港的议题做出过明确的谴责到目前为止，只有外务大臣表示过严重关切。这背后是什么？背后都是二阶俊博的影响所以可见呢，菅义伟访美呢，他没有办法忽略二阶俊博背后的牵制。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日本今年要举行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然后还有众议院的选举。那么如果要顾及这个派系的平衡才能当选的话，菅义伟是需要二阶派的支持，要他继续当总裁，他才有可能继续当首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自民党以外那么菅义伟还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公民党更亲中公民党当时去年7月份自民党要求取消邀请这个习近平访日，公民党就明确提出反对所以呢，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让菅义伟放手一搏，旗帜鲜明的联美抗中可能性不大所以从你这次菅义伟访美的这个行程当中，你不应该期待菅义伟会旗帜鲜明的这个联美抗中但是呢，菅义伟的政治处境也不完全是没有政治空间那么第一，不利的方面是这个亲中在党内受亲中的二阶派和这个公民党的牵制，党外呢这个民调也在滑落这是不利的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民进党自民党内部到目前为止，你也看不到对这个菅义伟产生有力挑战的人选那么主要的在野党呢，也没有很强没有很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目前的疫情之下，日本的选民没有意愿更换首相，所以这是对他有利的。那么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作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主要塑造者，他手上握着两个利器。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为日本提供全面的安全保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在西方国家正在形成的一个与中国对抗的这个战线和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当然盟主是美国这两点对日本来说很难拒绝美国的要求这是一个大的战略上的一个要求这是第四第五那么日本其实它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这个整体的方向，整体日本的国策就是随大流。那么西方国家现在慢慢正在形成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一个这样的态势。那日本又是这个四方对话的机制的国家成员，然后其实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它非常直接的感受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随大流跟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这个不会有疑问尽管有二阶派的影响，尽管有自民党的影响公民党的影响，但是这种大势这种大趋势改变不了这是而且
对于菅义伟来说啊，拜登政府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外交场合啊，帮助为菅义伟助阵啊。你看，第一个3月份，美日的2+2这个2+2的会谈，这帮助日本提高日本的地位啊。第二个四方对话峰会，日本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国家，也是帮助日本提高地位啊。第三个，菅义伟作为第一个访问美国，就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个访美的一个国家元首，也是给菅义伟面子啊，提高日本在整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参与度和地位啊。那么，如果菅义伟操作得当，那么他可以通过这一系列在外交上的成就，改善他的民意支持，为他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选举加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菅义伟这次访美，一方面呢配合美国啊，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过度的制裁就是谴责中国、批判中国啊，在语言上不要说的太激烈，那么应该对菅义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就是无论是在外交还是在国内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应该他会选择这个方向走。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菅义伟访美美日峰会前我们做的一个基本上的分析，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明谢 Ancon 谢谢，魏唐谢谢。Benjamin 苏谢谢 ABC 123谢谢 Rick Han 谢谢啊，郭喷塞谢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十月天谢谢 Frankie Frankie 谢谢，王老师辛苦，请您喝杯咖啡谢谢啊。情绪，数字货币技术让货币管制这堵墙倒塌看到了希望。希望互联网技术也能出现这种无可替代的全球通用性的新技术，让长城防火墙成为历史。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想办法推倒中国的防火墙，让中国人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自由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个问题我以前答过，那么我再答一次啊。虽然没人问呢，我也答一次吧。理论上来说，美国政府没有这样的，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合法的理由啊。就是说，在和平时期啊，一个政府没有权利去把另外一个政府做的一件事情，用物理手段把它给干掉。所以美国政府是不可以这么干，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这么干的结果跟发起一场战争没有区别，这其实是一种战争行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为什么美国不想办法推倒这个中国的防火墙，让中国人民看到外面的世界？这就我讲，如果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从法理上来说没有做这件事情的理由啊，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有些人会说，管他那么多，推倒了再说，那不行啊。美国政府不可以这么干，就是美国政府要做每一件事情，它必须合理，它必须是符合法理的条件才能做这件事。你去看一下这个。你看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你就知道，美国总统上来根据什么法律，根据什么法律，我们基于什么的要求来做一件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个动作它都有法律依据，它不能够说一拍脑袋就把那墙给推倒，那不行
这是这件事情的为什么是这样啊？提问：数字美元是否有可能打破强国外汇兑换限制就是外汇储备、外汇管制。理论上来说，它是能够穿透外汇管制的。理论上来说，如果从数字货币这种形式来说，但是它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数字壁垒？就是在数字领域建立一个数字壁垒，屏蔽数字美元的流通。那你就要看翻墙翻得动，只要你能翻墙，你就没有用。所以你拿一个手机，假如你的数字美元在手机里面，然后你的手机能翻墙，所有的壁垒都不存在。所以这件事，因为互联网的技术意味着无远弗届，没有边界，你在哪里都可以用。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仅仅对中国有影响，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就可能大家都用美元了嘛，对吧？我不需要用，我当然我讲的以前有个什么呢，叫跨境交易。跨境交易的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有个边界的概念，你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在银行体系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这个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国家的银行，当它进行交易的时候，就是跨境交易。跨境交易就出现了什么外汇管制，或者是不同的货币就要进行交换，因为不同国家在流通不同的货币。那当你变成数字货币的时候，你这个国界就不存在，你这个世界上就变成了一个大平面下面有不同的货币的存在。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强势的货币更强势，因为它没有边界了，它哗就过去了。那弱势的货币就可能就出现危机。那当然，你最弱势的货币是什么？最弱势的货币就是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啊。没有自由兑换的货币全是弱势货币啊，因为它连自由兑换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前提之下，那你想想，人民币是什么情形？人民币的前景会非常的就是人民银行，我不知道他们研究人民币或者数字货币的时候，有没有去研究一下数字美元的问题，或者研究一下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市场的问题。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除非全世界签订一个新的货币协议，建立新的一个货币秩序，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之下，最强势的货币是谁？美元。数字货币会强化美元的地位，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看数字货币的话，就是不仅仅是看数字人民币，是看全世界的数字货币的话，或者是看数字货币出来之后的全球货币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它会强化这件事情。提问：各国央行对发行数字货币最大的顾虑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率先推动啊？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银行会率先推动，这就是中国嘛。中国我们经常讲，中国它外界经常高估它的实力，但是低估它的决心，这就是决心的问题。它率先推动，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它可以率先推动，这是它的决心。你就有点像，你看5G就是这个现象，就是大家觉得啊，我们在现在4G至少还能用5年，那行，那我们就第4年开始考虑5G的问题吧。然后别人第1年就开始把5G 就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共为什么在实力不够的情况之下，他有的时候他会赢，原因在哪？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其他国家对数字货币的顾虑是什么？因为数字货币在全世界，你在推动一个货币的时候，
你当然不是一个政府的行为，这是个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就涉及到很多层面的意义，比如说隐私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美国，你要推动这个数字美元，那当你这件事情跑到国会上去的时候，美国国会的议员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确保我的隐私不被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知道我花的每一笔钱，你告诉我怎么实现？你怎么确保你不会知道我的每一笔钱？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第一人权优势，所以中国在推动这件事情中国推动数字人民币有2个战略意图。第一个战略意图是什么？就是抵抗，其实就是抵抗其他加密货币或者其他的货币对人民币主权的侵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抵抗第三方支付对人民币主权的侵蚀。它其实数字人民币其实是个防守性的战略，它不是进攻性的战略。说啊，我要这个实现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我讲句难听的话叫屁话，你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你国际化什么国际化啊？那都是大话，没意义的话。你先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你不用国际化，自由流通到全世界。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我们讲就是你拿来说的一件事情，会发生吗？会发生，那是零星发生的动作，对人民币的属性没有任何的影响。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不说的事情，就是强化政府的权利。什么叫强化政府权？政府知道你花的每一分钱，他想知道的话，政府的权力就很大。那他可以利用这个权利做很多事情。像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已经讲过，各种恐怖的事情都能干。是的，他都能干。不过我之前也说过，他没有数字人民币，他也能干。为什么？因为货币电子化，货币电子化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不过数字货币实现之后出来之后，它会更方便，因为数据服务器就在他们的机库里面，所以这个会更方便、更集中。你那个还要分析一下，这个就连不用分析，直接调数据库就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概是一个这个方向。那么其他国家有顾虑吗？有顾虑，它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中国是独裁政权，它当然容易实现，领导一拍脑袋就实现了，谁也没办法抵抗。所以其他国家的数字货币的进程不会那么快，它首先要研究技术，然后要研究风险，要研究影响，研究政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数字美元我为什么今天要讲的原因，是因为当美国政府用这种对抗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 another story，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这就不完全是作为一个货币形态的数字美元，就不完全是个货币形态的，它可能还是一个战略工具。就是当数字美元出来之后，美国政府啥都不用干，数字美元就帮助他跑到中国去攻城略地。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就非常的头痛，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思考。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数字美元跟加密货币的区别？加密货币啊，我还再讲一遍，加密货币叫货币，它不是货币。为什么？你见有人在街上用加密货币买汽水吗？没有吧？没有，它就不是货币。货币是拿来干什么？货币是拿来买东西的。学名叫什么？学名叫媒介，交易媒介，你拿来进行交易的一个媒介就叫货币。加密货币叫加密货币，它不是货币，它是什么？它是个投资品，它是个投资品，大家拿来投资的东西，或者叫投资的标的，这跟房地产没区别，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它到底
所以数字美元是货币，加密货币不是货币，它是个投资品。至于它有什么价值进行投资，见仁见智吧。观点：数字美元的全球推广对于中国这种有着严重外汇管制的国家来说是极具挑战的，其真实的汇率会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显示出来，真实的汇率可能会达到1:8到1:10，但对于全球外贸企业来说是个重大利好，缩短了结算时间，降低了成本，同时个人储备美元来说更为方便，赢者通吃的局面值得期待。观点：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储备货币，首要前提是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国家政治成熟稳定，不会因为政治动荡影响货币的风险。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人民币永远成不了主要的全球性货币。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个，跟民不民主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是不是你的整个经济体系是有关系。就是能够成为储备货币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得自由兑换的。如果你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怎么能成为储备货币啊？那么当然，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中央银行持有人民币，但它不是储备货币，它是拿来结算，因为当地有一些银行有人民币业务，它需要用人民币结算，所以各地的中央银行会跟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货币互换。我跟你换我200亿美元，我拿我的货币给你，你把你的货币给我，我就拿着这个货币给这个商业银行进行结算。那么，所以呢，其他的中央银行也会有一部分人民币在其他中央银行手里，但是它是拿来结算，不是拿来做储备。原因是什么？因为人民币是个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是第一个。所以人民币要变成储备货币，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要自由兑换。那么你自由兑换的前提是什么？自由兑换的前提就是你的汇率必须自由浮动，汇率要自由浮动。汇率要自由浮动意味着什么？你要建立一个货币市场，人民币的货币市场，开放的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市场。你开放一个这样货币市场，你必须开放什么？你去开放利率。如果你不开放利率的话，你这个人民币的货币市场没办法形成，它会变成一个操控市场。那你要开放人民币的利率，意味着什么？你的银行要开放。现在银行不开放，只有国有企业能做，只有国有大宗银行才能够开银行，其他的都是中小银行，其他的外资银行只能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你的国有银行占市场主体，你通过利率政策去保护这些大银行。如果你把这个利率开放，意味着什么？国有大银行遇到危机可能会崩盘。为什么？因为它的坏账实在太多了，这个窟窿补不住。为什么？因为领导喜欢签字批贷款，一批几千亿批出去，这是国有银行后面一堆的大窟窿，但是它不爆出来。但是如果你利率自由波动的时候呢，中央这些大银行的竞争力就会大幅下降，盈利大幅下降，那这台银行就有破产，他不愿意干这些。大家要知道，追上去都是什么？都是利益，看过去都是政策。所以呢，你从这一头开始讲，你就知道人民币是没有办法自由兑换。人民币没有办法自由兑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币是不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就是这个原因。情绪：长期观察日本网友给二阶新闻的留言，二阶很像台湾的吴思怀这种人，在正常台湾人的心中地位。武汉肺炎之后，二阶操作的空间的确变少了。
中共产制的武汉肺炎害得很多亲中的国外政治人物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但他们也不敢怪中共。OK， 提问：国外的一些政党为什么会如此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呢？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共的恶行，为什么还会支持中共？有很多原因啊，有很多原因，有渊源啊，有很多渊源啊。中共做这些政治人物的工作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以10年为单位在做，所以中共的统战很厉害，他们很会找，所以搞关系嘛，这是搞关系搞出来的嘛，搞了10几20年的关系，你说他一夜之间就翻脸，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啊，越是人情社会，中共越游刃有余；越是人情社会，中共越得手，越容易得手，就这个道理啊。你像美国这种地方，你这风向一变，还有谁认中共吗？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个政治结构就是这样。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个人情社会啊，所以他为什么还会支持他？搞了几十年了，你像王毅这个知日派，这是啊。提问：欧洲的几个电视新闻频道也在报道日本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的问题，言辞没有中文媒体那么高亢，但也说明这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请问这会助长新一波的反核浪潮吗？我个人支持核电，我不支持核电，我不支持核电。核电虽然有人说核电是这个清洁能源啊，核电怎么安全？我最重要的是不相信人，我不是不相信核电，我是不相信核电操作的人，我是反对核电，因为为什么？你犯个错误，后果是很严重的。人类社会根本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用电环境和条件，为什么要搞核电？就是为了赚钱吗？那如果命都没有，小命都没有了，赚什么钱呢？所以我是历来反对核电啊，我反对核电，因为这是个危险的东西，我们不要去玩火。你说火是很安全的，对，火控制之下是很安全，但是还是有人会玩的嘛，对吗？提问：今天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本排放核废水，但是发现国际原子能机构似乎只是表示将要审核福岛的核废水的水质。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件事情应该是归国际原子能管，为什么外交部这么积极？那当然积极啊，美日之间走得那么近，我不反对你一下怎么行？就是这个嘛。其实呢，我是这么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相关的国家，亚洲国家都可以提出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应该交给谁？国际原子能机构，他去把关，这第一个。第二个是2年以后的事情啊。我觉得大家都来表示关注，挺好的。我不是说我相信日本政府，大家就不能够发表意见，我觉得没意见，我觉得没问题。包括中国外交部去反对，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给日本政府一个压力，让他不能够乱来，这是好事啊！这是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有利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去反对一下，去质疑一下，去关注一下，这是好事啊！但是这件事情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把关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他要去检查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就否掉，可以做就让你做啊。提问：墙内大规模宣传日本倾倒核废料，请问这和日美峰会有关系？有关系。反正你知道，中国做的每个动作背后都是什么？跟人民福祉没关系，都是政治。那你一看这件事情跟什么？跟美日峰会就是有关系。提问：请问王老师，国有银行隐藏的坏账多，对普通人在国内的话，钱存银行靠谱吗？我都讲过很多次，我不喜欢跟4大银行打交道
我也不跟他打交道。我也劝大家不要跟四大银行，或者现在叫六大银行，乃四大银行、六大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就是四大银行。四大银行就是共和国长子的长子啊，就是他们。然后现在再加个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这是六大银行。六大银行就是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就这六大银行。这六大银行你就不要跟他打交道就好了，然后选择一个当地的比较靠谱的。你比如说美国，比如说北京，北京银行也不错啊。深圳像招商银行也挺好，上海浦发银行也挺好。你选择当地最大的商业银行就好了。对，就是这样。在中国，越是大的银行，越是这种就我讲六大银行，这些银行坏账都是你看不到的。为什么？没人查他的账。然后你去看一下，像海航，像什么安邦，像什么王健林的叫什么万达，他们从哪借钱？他不会去跑到那些小银行借钱，借不了多少钱。这小银行没多少钱，一借钱，你比如说像海航，海航一借钱跟谁借？建行借。为什么？王岐山原来就是建行的行长，你说他从哪借最方便？肯定是建行借嘛。那借多少钱？是1000亿吗？肯定不是1000亿吧？你看海航收购了多少？肯定是数以千亿吧？数以千亿，海航结果怎么样？倒闭了吧？倒闭的钱拿得回来？肯定拿不回来。我只是举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这种大规模的倒闭，那小规模的呢？你看不到的呢？没报道的呢？多了去了。而且就你看王岐山一个，政局常委多少个？政局委员有多少个？哪个银行行长能抵抗政局委员批过来的条子？能抵抗得了？抵抗不了。所以这个问题，中国的银行规模越大，级别越高，它越要保护。它保护它的办法是什么？保护的办法就是两个，一个守住这个利率，利率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化，这第一个守住。第二个，把蚂蚁集团打掉，所有的进入这个市场可能影响它地位的打掉，就这两件事情，然后保住这几个六大银行的这个利益。六大银行、四大银行，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一年中国的银行，所有的银行挣多少钱？一年挣2万亿啊！中国所有的银行大体上大数2万亿。那么四大银行挣多少钱？1万亿，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四大银行把这个银行挣的一半的钱挣走了。你说重要吗？当然重要啊！你想想什么概念？那它后面千疮百孔，其实是赔钱，但是没关系啊，我只要不摁住那个窟窿，不让它爆，我就是挣钱，就这个概念，好吧？所以靠不靠谱自己判断。反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不跟六大银行打交道。提问：王老师好，数字人民币会不会击溃人民币本身呢？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数字货币是不是打破了这个限制？打不破，为什么？因为别人不收啊。当你不能自由兑换的时候，不是你愿不愿意给别人的问题，是别人愿不愿意收人民币的问题。你不能自由兑换，怎么会？你跟他做交易的时候，你说你把东西给我，我把人民币给你，他会不会要？他不要啊。不是你愿不愿意给的问题，是别人不接受你，所以你打不打破？打不破啊。除非你双方都愿意接受，我有人民币账号，你有人民币账号，我能够花，那我会接受。那不就还在国内，打不破的这个。提问：今天微博热搜多地楼盘烂尾，多家房企出现债务危机。王老师，你认为这背后原因是什么？它反映了大陆房地产市场什么样的状况？这就是人民银行自作聪明挤脓包，挤出了血的这个结果啊！人民银行觉得呢，
当前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就是房地产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所以这个郭树清是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啊，他就认为，就是现在这帮子中国的这些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些官员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我现在的手上的政策工具前所未有，比我的前人都厉害，所以我都更厉害，我又有工具啊，基本上是万能的政府，这帮人都是这么觉得啊。那么当然，他们的工具比以前的人厉害啊，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市场比他强大，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趁着房地产还没爆，我给它捏掉一些，提前捏掉一些，付出一些代价没关系，反正都是屁民，这就是中共官员的想法。所以他们现在干什么呢？就商业银行。你设个顶，进入房地产资金只能这么多，然后开发商你给你设3条红线，你不能过这条线，这个很聪明。想起来这些官员一想到他们这些招都能想起来，他们很满意，觉得很过瘾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房地产企业资金断裂呗。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会有无数的房地产公司倒闭，就是这样。所以烂尾是为什么？开发商倒闭了啊。提问：去年王老师在有一期节目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问题的节目中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版图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看到了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这个政策会加速这个变化吗？我不答你，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个政策。我现在这个政策我已经准备下来，但是我今天在准备其他的节目。那么等我准备好了，我一起答吧，好不好？那现在这么仓促说呢，我还没看到，我只是看到你的问题，所以我回头答你，好吗？观点很喜欢王先生的节目，特别是王先生追求真实新闻的执着，选题事实性和针对性是您节目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啊，姥姥王谢谢，温俊涵谢谢 ，Helen 谢谢，王老师说的太正确了，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